將個粥底咧煲好咗之後咧，啲骨頭擺落去，再煲個15分鐘左右啦，就 OK 噶啦。好多人慕名嚟食啊，好遠都走過嚟食啊。好難等嘅呢度，唔係時時有嘅佢，收到通知佢話今日開檔啊。其實我睇下點啊？哇，好食啊，根枝好味啊！有冇燒豬粥啊？有。喺講究翻台率嘅餐飲業，輝哥嘅店鋪每個星期只係營業3個鐘頭，而具體時間全憑輝師傅一句話講緣分啦。斬件燒肉配燒豬骨粥，耳邊響起脆皮喺齒間破碎嘅聲音，口裏面浸潤肉香醇厚嘅粥水，將聽覺同味覺結合，專屬於燒豬嘅賞味過程先算完美。哇！你味享受啊！好有啲柴火啊煙燻嗰種煙味。燒肉配豬酒切配啊，試下涼到，幾好啊！芝麻蒸。佢哋比較中意食我呢啲傳統嘅口味嘛，我哋嗰啲精益求精㗎嘛。輝哥係深圳下村燒豬嘅第4代傳人，2000年接過祖業以嚟，每年上千隻豬嘅燒製就喺500米外嘅大棚裏邊完成。呢度係佢施展非遺技藝嘅秘密工坊。我呢度有4個爐，一次過可以燒到16隻。之前咧，我爺輩咧，佢哋喺釘爐，佢只要燒到1隻豬嘅。經過我老豆改良咗之後咧，依家好似一個爐同時可以燒4隻。喺地下挖個坑，用火磚砌成一個封閉嘅圓形燒爐。呢個係深圳下村傳統燒豬嘅地爐燒法。老婆有冇增加電燈？哦，有啊，啱啱煮咗3隻啊。喂，你好。可以要帶嘅係咪？好。明天重陽節，你大概想？重陽節就嚟到，輝嫂嘅電話冇停過。小輝，加多9隻喎。好嘅。你記得叫我送豬過嚟喎，快啲嚇。哦，我現在沒有一盒的，我在周末才會有。反正平時就沒有散賣的咯。大豬燒得好唔好，關鍵係燒。爐火純青嘅技藝，自然要一口好爐。以前係用泥爐，依家咧就改用磚爐。泥爐嘅保溫密封度冇咁好。當爐溫高達500攝氏度嘅時候，旺火被迅速撲滅。大豬入爐做第一次烘烤。第一次入爐嘅目的咧就係焗皮，即係將皮入邊嘅水分同油脂咧全部焗晒出嚟，然後咧就攞去晾乾，晾乾之後咧就可以第2次燒啦。將啲毛咧就全部彈咗去，之後咧就要執針啦。第2次執針咧就係要執密啲嘅，到時爆嘅時候就會爆出好細嘅花啦。掃完油之後咧，豬頭位同埋豬後面呢個位，就呢兩位易燶啲嘅，就要貼筷子。生豬2次入爐需要更加猛嘅火勢同溫度。呢個時候嘅爐口熱浪灼人，爐溫去到700攝氏度。輝哥需要快速撲滅明火，將爐溫降到400攝氏度，等大豬迅速落爐。最高2隻手放落去，燒靚啲。最關鍵呢5分鐘，將豬嘅皮全部爆晒，所以我落爐一定要快。喺密閉嘅爐膛內形成高溫高壓，熱力逐步向大豬內部滲透，皮下油脂被慢慢咁逼出嚟，豬皮表面開始產生美拉德反應，最終形成食客夢寐以求嘅酥皮。燒豬皮脆唔脆，最關鍵呢5分鐘㗎啦。爆皮咧係靠一爐嘅周邊嘅個熱度嚟爆㗎，個爐溫咧有時太高，就要推出少少嚟。過咗1-2分鐘咧，爐溫降咗啦，就要推返去啦。急火爆皮，慢火燜焗，控制爐溫冇捷徑。
輝哥要寸步不離咁察顏觀色。失敗啦！一落爐就咁個狀態㗎啦，好難頂㗎。48隻大豬要趕住9點前出爐，留翻俾輝哥嘅時間只係得翻8個鐘頭。當豬皮酥化率達到100%嘅時候，要刻不容緩咁封爐燜烤，鎖住原汁原味，完成最後嘅風味轉化。快到，快到，快到！金豬列隊嘅壯觀景象，只有喺每年清明、重陽、春節3大節日先至會出現。刮走焦皮，戴埋耳套，披上紅衣，盛裝打扮嘅金豬列隊喜迎貴客。以前喺夏天嗰度咧，要2點鐘先攞到靚嘅燒豬啊，越新鮮越靚啊嘛。經常通宵好辛苦啊，真係自己家族遺傳落嚟嘅，又唔想放棄，又唔想去流失咁樣，真係咪辛苦下都繼續做咯。唔做咧，佢哋好失望。燒豬係老廣敬天地祭祖先宴賓客嘅頭牌大菜。點樣享用自家嘅燒豬？輝哥輝嫂自有心得。多數都係燜薯仔啊、燜豬粥啊、燜鹹菜都好正啊！歷經複雜工序嘅燒豬，只需要簡單嘅料理，就已經係極致滋味。薑啊、蒜就爆香佢，跟住就將啲燒肉放落去，炒兩炒，炒出嗰啲金豬味，跟住咧嗰啲薯仔咧炸佢放落去燜一下，加少少蠔油，加啲鹽、糖，咁就 OK 噶啦，乜都唔使噶啦，就好夠味噶啦。燒湯嚟啦，湯嚟啦！豬腳蘿蔔湯啊，正啊！兒子，你啊，到時候啊，老爸把所有的手藝傳給你之後，還要自己創新，精益求精，做得比上一代人更加好。這樣子啊，就天下無敵啦，懂不懂？輝哥祖輩開爐創落嚟嘅土法技藝，並冇隨現代化嘅腳步退隱江湖。喺瘋狂追求效率嘅時代，築於鄉野嘅烤爐，仍然被傳承人保持古法，堅持用心咁烤，慢慢咁烤。極致滋味嘅傳承，往往唔係衣香鬢影、觥籌交錯嘅星級酒樓。喺廣西三江，侗族人嘅味覺傳奇紮根村寨，靠嘅係一班廚娘。哎，你好，今天沒有安排擺酒宴嚟。晨曦初現，各種預約電話不斷咁打嚟，吳愛仙開始忙啦。哎，有80人啊，差不多。80人係百家宴嘅設宴起點。清點咗報名人數，吳愛仙即刻喺佢組建嘅廚娘群裏邊發出邀請。從2017年開始，每年暑期旅遊旺季都係吳愛仙同廚娘一年裏邊最繁忙嘅時光。我是負責接單，負責安排他們炒菜，凍加三寶就是由我自己來負責。凍不離酸，喺西南地區長期缺少食鹽嘅歷史裏邊，侗族人發現咗以酸代鹽嘅生存之道。而侗族酸食排行榜裏邊，酸魚被定為酸中之首。除咗傳統嘅生食，用炭火烤，味醇留香，皮脆骨軟，令人回味無窮。煎炸只需要用少量茶油，將酸魚表面煎到焦香就可以上台，入口香而不膩。
大喜庆的日子，出嫁啊、结婚的这种，都会有几十年的那种酸鱼酸肉。三江地處南方，漫長嘅夏季多雨又潮濕，酸亦係保存食物嘅獨特法門。陳年嘅酸肉酸魚成為咗吸引遊客嘅美食招牌。吳愛仙係岩寨百家宴嘅發起人。後生嗰陣，佢曾經外出做嘢，做過小買賣。細路嘅出世，親情嘅牽絆，令到仙姐停低咗漂泊嘅腳步，回歸鄉土。2007年，見過世面嘅仙姐喺絡繹不絕嘅遊客身上揾到咗商機，辦起咗農家樂。自細練就嘅動家廚藝，居然打通咗遊客嘅胃，留住咗食客嘅心。這是我們東家的土豬肉，拿來辣的啊！開始就是有一家，他專門接待老外的。那時候很多老外，他會吃，他的不要少，就是直接這樣吃，生吃。柳州三江地處湘桂黔三省交界，侗族文化底蘊深厚，民族生態保留完整。特別係高鐵開通之後，當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，前嚟體驗侗家文化嘅遊客越嚟越多。仙姐更加係睇準咗機會，租咗鼓樓廣場，帶住寨裏面嘅留守媽媽辦起咗百家宴。5年時間，廚娘團從零星幾人發展到67個人。沒有參與百家宴之前，就是個個就是吃飽飯沒事做，就在那裡閒聊，也沒有什麼經濟來源。7月份我們就做了24場，一個人就收入3000多塊。侗族人醃酸魚一般選用自己養殖嘅稻田草魚或者鯉魚，還要鹽多，還要鹽香。用鹽同米酒醃製之後，自然風乾。當魚肉質變硬，就可以準備下一道工序。喺吳愛仙眼裏邊，女人結咗婚就要當家。新抱仔開枝散葉，嚴為巧手，逐漸接手年復一年嘅醃酸重擔。而做醃魚糟係佢哋都知道嘅酸魚發酵秘密。將醃魚糟填充到魚肚，入壇封存，糯米可以促成發酵，水解轉化為乳酸，最快嘅食用時間喺6個月後。晏晝4點，岩寨裏面嘅炊煙升起，呢個係百家宴嘅集結號。廚娘都喺各自嘅爐灶前忙碌。今日嘅百家宴要招呼380人，無論客人有幾多，有住上1000場百家宴經驗嘅廚娘都泰然自若。攔路對歌，邀請貴客入席。鼓樓下面嘅頭牌油茶檔成為咗待客嘅前哨站。老樹茶經歷3輪蒸煮，去除苦澀後嘅茶湯，加埋眉豆、炸米、花生、蔥花，原汁原味，鹹甜隨意。什麼都不放，你都放，你自己放就可以了。這2個有個4個。上面這裡你來找我，我這裡忙找不到你啊。離開席只係剩低20分鐘，吳愛仙嘅電話仲難打過熱線。我在這裡等你們啦。
有时候累，但是也值得。就是在自己的家门口能够吃上旅游饭啊，大家都能赚到钱，我也觉得开心，我也不怕累。品嘗侗族油茶係餐前小食，鼓樓平常嘅長台先至係盛宴嘅舞台。百家宴準時開席。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侗鄉。百家宴是我們侗族待客的最高宴席禮節，各家各戶從自己家中挑來美酒佳肴。說了，這是我們侗族說乾杯，乾了，請大家一起說啦。最生態、最鄉土嘅糯米飯、甜米酒、糯米糕，當然仲唔少得有酸肉、酸魚。食客手起快樂，隨意走動，嘗百家味，品百家菜。侗寨廚娘以自家菜肴宴請四方客，呢種近乎於群策群力、共享共濟嘅烹飪模式，令到吳愛仙佢哋非常在乎食客嘅反饋。這是我們的侗，我們婦姐家家戶戶必不可少的一道菜。走一走，壁虎抬一抬，升官又發財。我覺得都好吃，就是來這兒最重要的是他們寨子人都很熱情。長台宴上，你來我往，觥籌交錯，大家跨山越海，告別自己熟悉嘅生活，一頭衝入嚟全新嘅味覺世界。白米長台，酸辣熱鬧，呢啲從村寨各家各戶灶台攞出嚟嘅鄉野美食，動人之處無非心意二字。陳年老魚。就有一點點像，我特別新奇，就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場面，這麼多的菜，太多好吃的啦。客人酒足飯飽，喺準備餘興節目嘅空檔時間，廚娘先可以扒翻兩啖。不然等下表演了，到10點鐘才回去的，太晚了。在家裡面又可以採點茶葉啊，又可以帶小孩，然後又做點百家宴啊，這樣子。因為即係今日拜咗人品。食百家飯，聯百家心，驅百種邪，成百場事。侗家傳統流傳至今，百家宴領頭人吳愛仙就好似紐帶凝聚匯集，喺人情往來之間，喺歌舞升平之時，令古寨嘅村頭熱鬧非凡。柳州三江500公里外，廣東封開連接兩廣，北回歸線穿境而過，丘陵同河谷交縱，山環水繞，水環山。呢度係9·5後黎永軍嘅故鄉。一個火爐，一口大鑊，炊煙裊裊，豆香陣陣。呢個係封開原生農人黎永軍對家鄉嘅深刻記憶。我平時放假咁，爺爺就搭個鑊，然後就開始拉腐竹，我就幫佢添火。點解可以咁快就搭一張相？我覺得好神奇啊！從細睇到大啊嘛，但係我都冇咩機會動手。捻起、掛上。腐竹成形嘅關鍵在於動作嘅行雲流水，一氣呵成。老廣中意食腐竹，除咗迷戀嗰一啖油韌嘅豆香，仲期待佢嘅寓意腐竹。腐竹係素食裏面嘅營養擔當，可煮可腐，食法多變。經高溫油炸之後，變身為蓬鬆爽脆嘅火鍋配菜，同燒肉一齊炆，配碗白飯就係老廣常餐枝竹火腩飯。2019年，爸爸自認睇準咗市場需求，要搏一搏。呢個時候，仲讀緊大學嘅黎永軍就同爸爸一齊籌建咗腐竹加工廠。
但事與願違，兩父女主打嘅無添加健康腐竹，因為成本高、價格貴，未能夠得到市場嘅認可，最後以失敗告終。做農業好似就係住玩一個大冒險咁，你覺得目標就喺前面，但係呢，前面係好多困難挫折咁喺度等住你，你要一關一關打敗佢，重新行出我嘅路徑。8月初嘅田頭，鬱鬱葱葱，稻谷長勢喜人，但係睇天食飯嘅風險隨時都會嚟。半個月前先至被黎永軍搶救咗返嚟嘅稻穗，再次迎嚟咗暴風雨。全都倒伏了，我的天啊，太難了吧！才經歷了3次洪水，準備收割了，居然那麼大片的倒伏。落田4年，4度受挫，黎永軍已經習慣面對各種突發情況。先報保險理賠嘛，我們買了農業保險，然後再搶收，能救回來多少就多少。為咗降低損失，黎永軍決定先收割稻谷，馬上進行烘乾。翻嚟嘅好大一個支撐係因為我爸爸，我係從細到大望住佢點樣去實施佢中國嘅計劃。佢係一個遇到難題佢從來冇會放棄嘅，不停咁諗佢個解決方案，我好佩服佢嘅。虎父無犬女，黎永軍自細就倔強。從腐竹製作到炒番薯服種、水稻種植，佢順應天時，換住唔同花樣，經營住佢嘅開心農場。收割機、犁田機、無人機，樣樣精通。10個人要打2個鐘。10個人打2個鐘喎。嚇！依家好似個塊地，我一個人10分鐘可以打完啦。12、3堆就已經對農業有興趣㗎啦。中國收成退窄，整個生產過程都有後期，係後期先至有興趣。泥土裏面嘅收成，終將成為菜籃子裏面嘅林林總總。秋季豐收嘅時候，將黑豆變成黑豆腐竹，係黎永軍嘅新嘗試。因為呢度有一個我對於家人嘅眷念，我覺得係有一份寄託喺上邊嘅，我都好希望呢個產品可以發揚出去，同埋呢份手藝係好值得珍惜嘅。黑豆嘅蛋白質含量高達36%以上，可以提供維生素、蛋黃素、黑色素以及卵磷脂等營養，但要保留呢啲成分，製作工藝上仲需要講究。黑豆未有脫殼，營養物質喺黑豆個黑皮嗰度啊嘛，佢有花青素，仲有其他啲營養物質都喺度嘅。黃豆個豆腥味就喺個皮嗰度，所以一定要去咗清洗、浸泡、研磨、隔渣，一次純天然豆漿喺柴火嘅高溫烹煮下沸騰，火候嘅把控決定咗豆漿嘅濃度。溫差製造形態變化嘅奇蹟，豆漿表面冷卻結膜。一般情況係濃度太高要加水，依家火太大啦。兩父女3個鐘頭嘅合作無間，換嚟嘅係眼前嘅一排排通體光滑嘅黑腐竹。秋高氣爽，沐浴陽光，吹住山風，唔到2日，黑豆腐竹變得乾爽輕盈，光澤透亮。個鋪做得幾靚？靚就靚㗎，但產量太多啦，冇50蚊一缸都冇錢賺點喎。咁仲要繼續研發咯，睇下點樣可以喺冇添加嘅情況下提高成數。喺封開人嘅餐台上，經常同腐竹搭配嘅一定係河江河鮮。河江皖魚肉剁碎成魚蓉，平鋪喺浸好咗嘅黑腐竹上，捲埋後用牙籤定型，入油鑊炸5分鐘，就係封開人逢年過節都中意嘅腐竹如意卷。百搭能手腐竹
無論係炸定係炒，係燜定係煮，腐竹嘅吸汁能力都令人覺得驚喜。佢可以將各路食材嘅精華同美味都吸附喺腐皮上，可鹽可甜，毫不違和。煮呢個湯可以用炸過嘅，或者冇炸都得。但係我個人中意炸過嘅，因為口感會豐富啲，同埋等下煮出嚟之後會吸滿晒啲湯汁。本鄉本土嘅風味，添把柴，加把火，純天然，無需裝飾。黑腐竹隆重登場，今晚嘅村口特別熱鬧。得啦，阿婆，試試我啲黑豆腐竹。啲腐竹我自己整嘅喎，阿婆。自己整㗎。你睇過啲黑腐竹嘛？睇過開嘛？睇試試啦，你想唔想？好。呢啲純正米麵香啊！碗裏面嘅香米飯，手裏面嘅炒番薯，香噴噴，甜蜜蜜。榮君相信，生活壞到一定程度就會好轉，就好似腐竹，要想成才，必定要捱。依家開到阿邊要幾長時間？大概半個鐘。晨光初上，惠州島嘅漁民已經穿梭風浪出海謀生。跟着表姐夫一起出來，了解下海上的一些捕撈啊，內陸的一些朋友啊，來旅遊啦，我可以跟他們介紹一下。喺惠州島潛捕海鮮嘅漁民唔少，但係可以下潛到20米以下嘅就並唔多。馮耀輝嘅表姐夫就係其中嘅佼佼者。我們訂好的。OK。我發電話啦。着上水泡，帶埋潛水鏡，拖住氧氣管，飛身一躍，從水面潛到10幾20米嘅海底，最大嘅風險嚟自於水壓。表姐夫深潛就係為咗一種獨特嘅海洋生物。表姐夫呢，主要去撈石蠔。石蠔係惠州島特有嘅野生蠔類，因為佢外表好似石頭而得名。石蠔屬於濾食動物，以漂浮嘅藻類同微生物為食。除咗外形有別於生蠔，橙紅色嘅閉殼肌更加係佢獨有嘅標誌，亦都因為閉殼肌好似蛋黃，被當地人稱為蛋黃蠔。石蠔嘅營養價值豐富，肉質緊實，口感厚重。清蒸同爆炒都係島民嘅最愛。要喺渾濁嘅海底泥沙裏面捕撈到石蠔，除咗充沛嘅體力、嫻熟嘅技術，仲要睇運氣。人起來了，看到嗎？啊，有個多哦。哇，這個石蠔好大！拜拜，在幹嘛？回來啦！今天收穫怎麼樣？啊，那麼長時間沒出海了，肯定大把貨啦。得了，這個東西交給我了，你們等一下帶客人去買菜。嗯，走。OK。18歲離開家鄉外出闖蕩，今年嘅馮耀輝已經43歲。奔波咗半世人，喺不惑之年，佢決定跟住太太返到故里，做起海島民宿嘅生意。我煮飯，我煮內。告訴客人這個島上哪些東西好吃啊，什麼東西值得吃啊，應該怎麼玩啊，那是我的事情。我煮菜，客房。挨晚係兩夫妻最忙碌嘅時候，生性嘅仔都會幫忙打下手。一般放假期的時候，我們家非常忙，幫忙端菜、拿碗、拿筷子、拿紙巾、鋪桌布。馮耀輝兩夫婦追育緊阿仔，為咗可以更好咁陪伴細路成長，佢哋選擇從城市回歸。
亦因為咁樣收穫咗而家一家3口既忙碌又幸福嘅生活。我不怎麼愛勞動，我爸太多話了。我媽，我覺得我媽沒有什麼不好的。貝貝，乾菜啦！我最拿手就是海鮮，我們這裡海鮮好吃嘛。除咗帶遊客趕海，體驗漁家風情，太太嘅一手好廚藝，幫自家民宿溫暖咗遊客嘅胃，留低咗遊客嘅心。我們來第3次了，這貝媽做的口味真的是適合你們是吧？對，真的很好吃。那慢慢吃啊！好的，辛苦了，貝爸。辛苦了，貝爸。你們慢慢吃。丸仔裏面嘅忙碌告一段落，馮耀輝都嚟唔切食飯，馬不停蹄咁去到碼頭，佢要帶領另一批客人體驗海上撈飛魚。每年4到6月都係飛魚回游到惠州島產卵嘅季節。呢個時候，夜網飛魚就成為咗馮耀輝主推嘅海島體驗項目。你看到它的浪裡面翻白身子就是了。你看那邊，我看那邊啊。哦，那有看到飛起來，看到沒有？你一發現它，你就直接用那個燈，用你的燈直接就照住它。你看到嗎？啊，看到沒有？燈光照住它。我們這個網呢，就是放到它魚頭啊，一定要從魚頭方向去啊。如果不從魚頭方向的話，它就會跑掉了。照它屁股，它就飛掉了啊！對，哎呀，沒到它面前的時候，你輕輕慢慢放下去啊，不用急。看到啊，我在魚頭下面啊，起來了，看到嗎？看到吧？起來了，看看，藍色的很漂亮的魚，非常漂亮。飛魚廣泛分佈於全球各大溫暖海域，以可以飛而著名，但實際上，佢哋並唔係真正識得飛翔，而係為咗要躲避天敵，躍出海面，利用魚鰭喺空中滑翔。飛魚係惠州島春夏季最時令嘅特色美食。島民嘅廚房通常會安排清蒸同紅燒2種烹飪方式。我們當地講究鮮，放點薑絲，放點蒜。炒香它，然後放點蠔油，放點醬油，放點糖嘛，兩廣人吃比較甜的。燜個30分鐘就夠了。晚黑11點，忙碌嘅一家人先至食第3餐。來，嘗一下本地的石蠔，惠州島特有的。太漂亮了，哇哦，真漂亮。哦，這就是我們晚上打的那個飛魚。啊，對，千辛萬苦。這個飛魚它這個月份是最好的。好鮮呐！來，吃。美食最能慰藉勞累嘅身軀，亦係連接唔同世界嘅媒介。馮耀輝覺得民宿嘅關鍵在民不在宿。人同物、人同地、人同人互動過，愛上呢度嘅美食，聽過呢度嘅故事，先能夠形成真正嘅吸引力。就是來到這裡面呢，大家生活在一起，就是來到朋友這裡面，是吧？開開心心的玩，對不對？我們就把我們這裡好的什麼好吃的啊，什麼東西就介紹你們嘗一嘗。來了，歡迎來惠州島，我們接一下，歡迎來惠州島，還會再來。謝謝。廣東嘅龍舟水向來兇猛，經過半個月嘅清潔消殺，受災嚴重嘅英德市連江口鎮已經開始恢復往日生機。你行穩嚟啊！靠捕撈謀生嘅漁民正喺度做緊捕魚前嘅準備。休漁期過咗啦，今日正式生產啦。係啊，4個月唉，咁樣會過我哋，你要揾翻幾百蚊啦。每年
年嘅3月1號到6月30號係國家規定嘅內河休漁期。離水上岸4個月休養生息，德叔嘅生計仲係同魚有關。冇收入啊，吃老本啦，冇收入嘅，賣唔去啲魚啊，拎翻嚟曬啲魚乾啊，係嘛？我都去曬。朱天德同太太搭上漁船，希望今日大豐收圓滿倉啊！沉寂咗4個月嘅江面，漁船嘅馬達聲再次響起。北江河鮮即將以至鮮嘅姿態重回餐台。我哋嘅豐收期係10月到1、2月咁啦。相比起海上開船嘅迎風鬥浪，內河行船可謂係風平浪靜。從碼頭到放網點，一般唔超過20分鐘。老婆就喺呢度放網啊！呢啲就唔得埋去嗰度。你咪放咯，咁就捉住佢啊！最多嘢講過你噶啦。我哋嘅目標係骨魚多啲，骨魚、馬面骨、邊魚，係有啲雜魚仔。我哋都唔搞到咩大條嘅魚道嘅，啲網密啊。放網位置明確，捕撈目標清晰，揾啱位，順水而下，趕住喺天光之前，缸底嘅魚最活躍嘅時候，布低網陣，等最後一捆魚網落水，天色緩緩放亮，就可以準備收網啦。開網嘅佢嚟啦，掹艇我嘅有力就我嚟啦，辛苦嘅就男人嚟，係嘛？嗱，呢度出力嘅就男人嚟。德嫂放嘅網，德叔嚟收，需要出力嘅擔要壓喺男人身上。開漁第一日，大部分漁民都會出嚟碰下運氣。呢種以家庭為組合嘅謀生方式喺北江世代延續。喺過去嘅30年裏邊，連江口嘅漁船從原來嘅350幾艘逐年遞減，目前只係得返63艘。攞魚無富貴，一路以前傳落嚟嘅就掛起魚欄就冇米噶啦，真係冇魚賣就冇飯食噶啦，係嘛？江河嘅水產資源唔及海洋豐富，價格亦相對低廉，但係收穫豐厚定係微薄，更多嘅要睇運氣。就有魚啦，馬面骨啊，呢啲40-50蚊一斤。啊，呢條桂花魚，人哋叫海底雞項，真係大豐收啊！大魚，大魚，大魚！哎呀，大收喎，整到大邊魚啊！夏季日照充沛，北江水草豐美，魚蝦食物豐富，馬面骨、桂花魚、和順魚、鉗魚、邊魚係連江口嘅特產。上午8點，連江口菜市場嘅河鮮區迎嚟咗開漁後嘅第一場熱鬧。大嫂，嗰時你好，我要嘅魚有冇貨啊？幫你留起啦。熱天都唔多魚啊，呢輪。係啊，得啦，唔緊要啊，你每日留翻俾我得啦，有幾多？我做河白先用嘅，係啊，好。江傑華係連江口鎮最後生嘅廚房大佬，勤於思考，善於搭配，熟悉食材本性，對河鮮嘅烹飪有住獨特嘅見解。喺江傑華嘅菜單裏面，今次招牌就係河八鮮。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，故事俾咗我啲靈感俾我，所以我就諗到呢個河八仙。邊魚、黃骨魚、桂花魚，以鹽油醃製，達到增鮮提香嘅效果。叉尾鉗魚以豉汁醃製，去腥增香。絲瓜白菜墊底，最大限度咁吸收河鮮嘅湯汁。江傑華根據食材嘅味性，自下而上，由淡到濃進行煲震。蒸10分鐘就可以上台啦。清蒸可以保留河鮮最本真嘅味道，喺高溫嘅作用下，8種鮮味交相輝映，鮮香四溢。我建議啊，大家試下啲邊
魚先，係片魚比較鮮，因為我哋食呢個都有個順序嘅，從鮮開始係啦，到味濃，食起身嗰個層次好豐富。我哋第一次食，淨係買啲魚俾你都未食過你嘅河馬鮮。好，以後大把機會啦，德叔。每年嘅開漁期第1日，我哋就請你哋漁民過嚟一齊品嚐下河馬鮮。好嘅，好嘅。師傅啊！漁民嘅辛苦勞作，粵廚嘅巧手匠心，聯手印證一句話：食河鮮到北江，最美味在連江。以後有貨留翻俾我啊！交俾我哋搞大鬼製作招牌菜。北江邊嘅漁村係大江同人依山傍水嘅相互守候，而喺三亞，一艘漁輪帶住希望出發，面對四面汪洋嘅風險，然後拉響豐收嘅汽笛歸航，係大陸同海洋嘅彼此約定。凌晨時分，三亞崖州漁港碼頭，一場由漁娘主導嘅海鮮買賣即將上演。165，那么贵了吗？对啊，我前都慢了借钱了。不少的。多少？80啊！明天就帶嚟賣。男人出海捕魚，女人留守岸上，久而久之，呢個岸邊漁市就成為咗女人嘅天下。每日凌晨3點，各路人馬匯集喺港口，攞住電筒，開始咗掃雷式嘅獵魚行動。我比我還長。人稱三亞魚王嘅蕭石成嚟自廣東茂名，佢每晚都會準時參加呢場將討價還價發揮到極致嘅競技賽。你不要把中間出來，人他們剛剛的那個阿康的車跟我們稱，哦，你好像啊！不是，你這個是黃班，稱是稱啊，他們一起稱。哎，我們48塊，我們賭賣要買45給你們，好香啊！哦，45啊，這個。那個他們也給48塊，我不肯賣啊！喺崖州漁港嘅魚販心裏邊，蕭石成唔單止係斬價能手，仲係販魚達人。無論幾大幾貴幾難揾嘅魚，到咗佢手裏面，總係有辦法賣出去。但蕭石成太善於壓價，令到港口嘅魚娘對佢又愛又恨。每次到嚟碼頭，什麼魚都有，那個蛇斑咯，那個海乾草咯，馬鰍咯，什麼都有。哎，收到一條好貨，這釣魚啊，就是我們要獲利。討價還價係一個博弈嘅過程，連續幾個鐘頭嘅議價之戰，隨住逐漸天光而落下帷幕。蕭石成今日嘅收穫達唔到預期。幾百斤啊，唔係多，都唔夠，好多人訂到貨都冇。即係天氣啊，影響嗰啲船啊，冷空氣嘛，冷空氣嗰啲船冇出海啊，可能。做呢行嘢啊，都係3更半夜出去㗎，跟住7、8、6日都係咁。朝早8點，三亞農貿市場迎嚟咗採購高峰。蕭石成都趕住喺呢個時候將今日嘅戰利品展示喺自己嘅攤位上。拿多少白鲳啊？今天人家訂了20條啊，夠不夠啊？有20條啊，都是2、3斤一條的。還要18啊，還要發貨去哈爾濱啊，夠不夠？但留起來發空運的吧，這些都是。啊。這個少一點，多少錢的要？150。我拿，對啊，145拿來了。算我140就可以了。就是你140你拿來給我，我會給現場給我。市場人來人往，但蕭石成嘅檔口前反而人氣平平。一向淡定嘅佢相信，靚貨都要遇到有緣人。一家有，自己收的，我是老客啦，幾十年啦。我是靠谱，年年來，年年買，別人家不行。
都養殖，不是他家那麼野生的詞。幾年落嚟，差異化嘅經營策略，幫蕭石成積累咗一大班忠實嘅粉絲。亦正因為咁樣，令到14年前嘅蕭石成嘅經營逃過一劫。而呢一切都要歸功於佢太太趙香蘭。即係老婆建議啊，買嗰啲撈人哋唔同嗰啲魚啊，可能去吸引嗰啲客戶啊。像這些啊，特別是這種，因為我就是在海鮮店裡面幹嘛，因為我是當服務員，客戶也蠻喜歡吃，然後也是我們海南的特色。後面拿上來的時候，一下子就賣完了。英哥魚就係蕭石成當年渡過嚴重虧損難關嘅救命稻草。英哥魚又叫鸚鵡魚，喺中國主要生長喺海南、廣東、浙江等地。成身好靚嘅顏色，嘴同身體融合喺一齊，形狀就好似鸚鵡嘅嘴咁。英哥魚外形獨特，處理起身就非常複雜繁瑣。刮除既硬又厚嘅魚鱗，耗時費力。喺海南，英哥魚最受歡迎嘅做法係清蒸或者紅燒，但好少人知道英哥魚嘅魚鱗都係寶。攞雞蛋液、吉士粉同魚鱗一齊攪拌均勻，放入120度嘅油鑊裏邊炸10秒，馬上撈起。最後再加埋麵包糠、蔥花，猛火快炒，就係一味酥脆鮮香嘅送酒菜。看這條也是鮮的啊！你看，我們看就這麼大的5、6斤啊。青衣怎麼吃？青衣你來打火鍋蒸或是生啊？青衣有沒有好的、新鮮的？新鮮的，剛回來，今天都是剛叫回來的。哪兩個青衣？啊。性格沉穩、做事踏實嘅蕭石成夫妻魚檔，唔單止喺市場叫得出名，借助各種新媒體平台，佢積累咗1萬幾嘅粉絲，喺網絡銷售盛行嘅當下，闖出咗一條新路。我要趕時間去機場發貨。哦，好的，你快點回來啊！就是想解決這個保鮮這技術，全國各地我都跑遍過了。最終選擇就是這個味道。食海鮮就為呢一口鮮，而蕭石成嘅出品就係鮮嘅保證。除咗對海鮮品質把控嚴格之外，蕭石成嘅保鮮方法都係與眾不同。將鮮活嘅海產品放置喺微凍設備嘅液體當中，10分鐘唔到就可以使佢硬化。呢個就係蕭石成口中嘅鮮活微凍技術。微凍就是主要是保證它的細胞不會破裂，不會死亡，就新鮮度啊、口感啊都保證原汁原味的。這樣乾苦力的活，你閒下來的話都是睡不着的感覺。生活啊，為了生活只能這樣啊。晚黑11點先至結束一日嘅工作，凌晨2點又要再出發。呢個係蕭石成嘅生活規律。哇，大螃蟹哦！大螃蟹。來動手。但係今日細仔要去海口打比賽，蕭石成提早結束工作，要為屋企人提供一餐豐富嘅海鮮宴，加油打氣。平常爸爸媽媽都是辛苦的，到時候你就自覺一點，在學校啊，支持都是會改變命運的啊，不然就像爸爸那樣搞得苦力活，以後的話你要靠你們自己的。來，辛苦了，不辛苦，我們不辛苦，好好讀書，努力學習，爸爸媽媽再辛苦都沒關係啊。8月5號。啊！雨神翻嚟啦喎！哦，過嚟啦！哦，馬上了啊！你們慢慢吃啊，我要船回來了。哎，對，船回來了，我要下碼頭拿貨。水產行業將鮮味運送俾人，自己就捱得辛苦。一年到頭披星戴月，蕭石成都係喺黑夜中揾貨，喺人群中斬價。每一個港口
都有咁樣嘅身影，佢哋膊頭上肩負住家庭重任，不捨晝夜。呢啲身影匯聚，亦就成為咗港口嘅繁榮與喧鬧，從未停歇。